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同大家睇一個大陸奇案啊。呢個奇案啊，就因為一單仙人跳嘅事件就挖咗出嚟啊。一共呢係有42條嘅屍體堆滿喺地下，而且呢42條屍可能都只不過係部分嘅死者嚟嘅啫。一年殺害42個人，到底係乜嘢概念呢？喺1963年，賈文革就出生喺黑龍江省立河市，父母雙方都係普普通通嘅老實人啊。但係啦，姓賈呢個男人呢，由細到大脾氣暴躁，成日撩事鬥非，打交無惡不作啊。初中輟學之後，就靠住屋企嘅關係入咗一間工廠做工人啦。當時呢一個工廠嘅工作啦係鐵飯碗嚟噶，但係佢就唔安分守己啊，靠住自己個樣同花言巧語，同廠入邊好多女仔搞曖昧啊，而且就發展埋一啲叫不正當嘅關係。當時呢一種行為係傷風敗德，同埋十分之忌諱嘅。領導知道咗佢有咁多女人之後，就炒咗佢啦。離開工廠之後，賈文革仍然賊心不死啊，每日都出去揾小姐，甚至乎做埋偷呃拐騙搶嘢嘅勾當。但凡係可以不勞而獲嘅事，佢都肯做，而且係犯咗唔少嘅盜竊罪。時間長咗之後，佢竟然唔滿足呢一啲嘅蠅頭小利。咁呢一日啦，冇嘢做嘅賈文革就喺街度行啦，咁企喺街邊嘅一個女人吸引咗佢嘅目光啊！呢個女人着得好靚噶，而且身上邊嘅手袋一睇就知貴嘢啦，令到阿賈文革呢就開始有其他嘅諗法啦。而賈文革本來就係因為一啲所謂不正當嘅男女關係先至俾廠度開除嘅。呢個時候見到啲靚女，心入邊就喺度打佢算盤啦。於是乎賈文革就扮到唔覺意咁同個女仔傾偈。咁由於佢都生得幾靚仔嘅，當時嚟講，所以個女仔當時亦都冇話抗拒同佢傾偈。咁之後賈文革就不斷用言語去氹呢個女人啦，令到個女人係心甘情願跟住佢翻屋企。翻到屋企之後，賈文革就同個女人發生關係啦。但係件事到呢度係仲未結束噶，就喺個女人以為自己遇到真命天子嘅時候，賈文革下一秒直接起身，雙手鏈住佢條頸啊！由於男女之間個力量差距太大啦，更何況賈文革係冇任何猶豫，直接動手啊！幾分鐘之後，個女人停止呼吸，就係咁樣，佢殺咗第一個人。第一次殺人嘅賈文革有啲緊張，手唔受控制咁樣震，然之後佢將條屍掉咗落地窖，內心同身體呢突然之間覺得好滿足喎。佢對自己犯案嘅事係絲毫冇悔過之意嘅，反而心入邊諗：哇，咁容易得手嘅，好似冇乜後果喎。咁試到甜頭嘅賈文革，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將目光鎖定喺呢啲企街上邊啦。失蹤之後，呢啲企街嘅屋企人發現唔到㗎，加埋自己生得靚仔，又可以降低對方嘅防備心。就係咁樣，賈文革就開始咗自己殺人之旅啦。咁殺完人之後呢，佢會將死者身上邊值錢嘅嘢全部攞走。自從賈文革第一次犯罪之後，佢更加大膽啦。跟住落嚟嘅時間，用相同嘅手法帶咗20幾個女人返去，全部都係一去冇回頭啊！只不過就算係殺人呢件事習以為常啊，亦都有失手嘅時候啊。賈文革就用平時嗰種方法啦，去到車站。對於佢嚟講咧，車站係揀受害者最好嘅地方，因為喺嗰度可以遇到唔同嘅人啊。尤其係嗰啲單獨出行嘅女仔咧，多數都會成為佢嘅目標。而賈文革好快就將目標鎖定喺一個着住白色裙嘅女仔身上邊啊。周圍嘅人呢都係急住趕車啦，得佢一個企喺嗰度望住火車喐都唔喐，睇落去好似深受打擊嘅樣咁。對於賈文革嚟講咧，呢種人係最易呃㗎。於是乎佢去到個女仔身邊啦，扮到自己都係深受打擊咁嘅樣啊，用佢3寸不爛之舌
同佢啊拉近咗距離啦。咁兩個人傾偈得知個女人就叫徐麗霞，原來佢啱啱分手啊，之後佢就見時機差唔多啦，就同徐麗霞講話自己喺屋企附近請佢去坐下，或者因為假文甲偽裝得太好啊，徐麗霞冇任何嘅猜度就跟住假文甲去到佢屋企啦。咁之後假文甲呢，好似變咗個人咁啊，好快就用濕毛巾塞住咗徐麗霞個嘴，然後用膠紙將徐麗霞嘅手腳捆綁啊，暴力將佢拖到去客廳嘅梳化度，對佢進行咗性侵。徐麗霞試圖大聲呼救啦，但係啦，男人大隻過佢太多啦，點嗌都冇用啊。而徐麗霞反抗得越激烈，假文甲呢就越係興奮啊。由於雙手雙腳俾人綁住咗，徐麗霞係冇辦法自救啊，唯有係默默咁忍受住呢一種罪行啦。而假文甲發洩完之後，就用雙手鏈住徐麗霞條頸，徐麗霞呢個時候就已經斷咗氣啦。假文甲就將佢掉落地窖嗰度。令人估唔到嘅係，過咗冇幾耐，徐麗霞竟然擘翻大隻眼，原來佢就冇俾人碾死，只不過係暈咗咋。但係冇諗到啊，一擘大眼見到嘅畫面呢，令到佢差少少魂飛魄散啊！一望落去啊，成個地下都係女性嘅屍體，大部分已經腐爛咗，散發出好強烈嘅屍臭味啊！而且周圍係有好多烏蠅啊、蛆蟲啊之類啊。徐麗霞見到啊，係咁嘔啊，好痛苦咁樣叫啊！咁雖然咁恐怖，但係求生本能呢，就令到徐麗霞仍然保持住理智。於是乎，佢出於求生嘅本能底下，係推開咗地窖嘅門，聽到有聲嘅假文甲即刻過去睇下有啲乜嘢事發生，仲攞埋個鐵鏟過去諗住去打人嘅啦。而之後就見到徐麗霞跪咗喺度求佢放過自己，亦都係同佢保證會幫佢做嘢。假文甲就諗一諗，咦，有人幫手好似都唔錯喎。於是乎，徐麗霞就成為咗假文甲嘅幫兇之一啦。由呢一日開始，徐麗霞就利用自己嘅知識去將仙人跳發揮到淋漓盡致啊。而由於徐麗霞嘅出現，亦都令到假文甲嘅犯罪行為發生咗改變啦。之前呢，佢淨係揾女性落手，主要就係以身體享樂為主啦。而徐麗霞嚟到之後，仲有其他成員加入，佢再唔貪圖身體享樂啦，開始以錢為目標，將目標鎖定喺有錢人身上啊，而且開始不論男女啊，呢一個就係惡行嘅開端啊！假文甲嘅慾望係越嚟越難控制，最終死喺假文甲呢個團隊入邊嘅男女數字係不計其數啊！而假文甲啊，係沉迷於殺人同埋性嘅快感。有一次，假文甲就將兩個無辜嘅推銷員殺咗，然後攞個心用青椒爆炒食咗。另一次，假文甲殺咗個外地嘅農民，然後挖咗死者嘅心、陰莖、睾丸呢啲咁嘅器官煮熟埋食咗佢。咁當然啦，呢個男人嘅死都係有徐麗霞嘅幫手先做得到。而一年啊，假文甲呢班人呢，作案64單，殺咗24個女人，男人啊18個，呢個數字亦都係不完全統計嚟噶。後來當地就流傳住一句說話，唔想活嘅就去納婆啦。可以聽得出納婆呢個地方已經俾佢搞到烏煙瘴氣，同時由於納婆嗰度太多人失蹤啦，令到當地警方開始注意。但係當時嘅案件呢，好多單都係無頭懸案嚟噶。假文甲就做得更加肆無忌憍啦，無法無天啊！喺佢嘅提議之下，佢去到其他省，一直喺度周圍作案嘅佢哋開始喺杭州露出馬腳啦。杭州嘅公安局接到一個仙人跳嘅舉報電話啦，而根據杭州火車站嘅民警表示，主犯就係兩男一女，分別係假文甲、李秀華同徐麗霞，都係嚟自黑龍江噶。三個人接受排查嘅時候，動作
慌亂，神色緊張，作賊心虛。警察就覺得唔對路，即刻搜身啊！最後揾到2張身份證、3000蚊現金同埋麻醉藥。之後警方對呢3個嫌疑人單獨審訊。咁喺審訊嘅過程入邊，根據徐麗霞交代所講，佢係話自己身上邊有一個大案啊！如果講出嚟呢，自己死硬嘅，但你哋可以立大功。其實佢哋喺東北係殺咗20幾個人啊！講咗出嚟呢，佢好似成身嘅擔子都放低晒咁啊！而徐麗霞其實當時係試過逃跑噶，但係賈文革一眼睇穿咗佢，仲話佢知，我知你個仔喺邊度，你夠膽背叛我哋嘅話就殺咗你個仔。咁徐麗霞知道呢一個男人係有幾咁心狠手辣啦，所以只能夠係委曲求全，每日都活喺痛苦入邊啊！而賈文革呢，其實先後係拉咗3個人入伙噶，開始團隊作案，但係去到夏天呢，佢哋住嗰度屍體腐化加速，成個後院臭氣熏天啊！咁所以佢哋先至南下作案，甚至乎當時佢哋個竇俾警方揾到嘅時候太多屍體啦，而且氣溫又高。嗰個屍體嘅氣味同病菌太犀利啊！有唔少人係處理啲屍體嘅時候仲暈埋啊！仲有法醫係染上咗屍毒啊！咁醫咗10幾年都冇乜好轉。呢42條屍入邊，警方只能夠確定到其中20個嘅身份。而其實當時警方聽完徐麗霞講話自己有一單大案喺身嘅時候啦，啲公安都係嚇到擘大晒雙眼噶。而之後警方亦都即刻下令同立河市嘅公安攞到聯絡，調查佢哋嘅背景，然後將主犯轉到去公安局嚴密看管啊。而當時佢哋已經係去到賈文革所住嘅屋企嗰度，打開咗佢形容嘅地窖。而根據法醫所講啊，個屍體咧已經係堆到去地窖嘅頂部啦，好多屍體亦都流出咗屍油。而喺賈文革眼入邊啊，殺一個人比碾死一隻蟻更加容易，而且殺人係會為佢帶嚟快感、愉悅甚至自豪啊！就係咁樣，呢單案件終於就破咗啦。去到1992年，賈文革判死刑。咁雖然徐麗霞係主動自首，但係罪孽深重啊，最終都係難逃屈死。而賈文革當時係俾人打咗42槍去死嘅。咁因為喺佢身上邊有42條人命啊。而徐麗霞行刑之前，亦都同佢家姐寫一封信，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死得心甘情願啊。而佢亦都知道自己永遠都唔可能回到佢個仔嘅身邊睇住佢長大啦。而喺槍決嘅時候啊，立河市嘅居民個個拍晒手叫好啊，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殺人狂，當時係為立河嘅居民帶嚟咗好重嘅心理陰影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